混動車嘛，圖的就是個簡單、省油、可靠，最好還能開個108000里不出毛病。說到混動，咱們腦子裡蹦出來的肯定是本田和豐田，這倆大哥在混動圈裡那真是泰山北斗級別的。乍一看，倆車好像真沒啥區別，都是日本牌子，都主打一個開不壞，省油更是基本功。但你信我，只要你把引擎蓋掀開，就會發現裡頭完全是兩個世界。豐田和本田在混動的核心技術路數上，那是走了2條完全不同的道。這路線不同，就意味着一個可能是經久耐用的勞模，另一個呢，跑久了小毛病可能就悄悄找上門來了。所以啊，你要是想買台混動車，打算開個10年8年，里程表數字蹭蹭往上漲，車子還跟新的一樣光鮮，那可不能光聽人說豐田飛本田好就衝，你得搞明白這套系統到底是怎麼設計的，平時使勁用它扛不扛得住，誰才是那個用時間驗證過的可靠老哥。這期視頻咱們就來個外科手術，把本田和豐田的混動系統給拆開揉碎了講，從工作原理到優缺点掰扯得明明白白，最後告訴你到底誰才是那個傳說中開不壞的混動王者。看到保證，讓你看清這2位大佬的真實實力。說到混動的可靠性，豐田混動那絕對是標杆中的標杆，這背後可全是真功夫。像普銳斯、凱美瑞雙擎、Rav4 4雙擎這些明星車型，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功率分流混動系統。它最牛的地方在於結構裡沒有傳統自動變速箱，沒有離合器，所以開起來一點換擋頓挫都沒有。乍一聽它的感覺很像平順的 CVT， 但內在原理完全不同，是發動機、發電機和驅動電機通過行星齒輪機構協同工作，堪稱黄金搭檔。這套系統的靈魂就是豐田對長效耐用的極致追求。電池管理對電池進行精細的養生，既不充滿也不放空，讓它一直保持在最佳狀態，確保長期健康。2、結構設計，變速驅動橋結構簡單堅固，需要磨損的運動部件非常少，可靠性極高。3、冷卻系統，逆变器、電控單元和電池都有獨立冷卻回路，散熱精準，確保各部件在高負荷下也能穩定工作。4、發動機優化，發動機專門針對頻繁啟停的工況進行調校，就算在走走停停的城市路況下也毫無壓力。可以說每一處設計都為長久耐用服務。豐田的測試更是嚴格到極致，甚至在模擬出租車、網約車的高強度工況下進行驗證，結果就是最有力的證明。1、普銳斯出租車普遍輕鬆跑到30萬、50萬公里，核心混動部件依然保持原廠狀態。2、高里程營運的凱美瑞雙擎經常突破20萬英里，約32萬公里而無大修。3、原裝電池組的壽命通常能長達10年甚至更久，才需要深度維護。豐田的全混動系統樹立了一個幾乎無人能及的可靠性口碑。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台真正能開不壞的混動車，那麼這套系統就是那些經驗豐富的汽修師傅和精明的車隊經營者們在背後默默信賴並付諸首選的技術方案。要說本田和豐田的混動技術，那走的可是2條完全不同的路。这條路上最明顯的區別就是他們的耐久度。咱們先說說本田，在2000年初那會兒，本田搞出了第一代 Insight 思域混動，還有早期雅閣混動，他們用的都叫 EMA 系統。說白了，這套思路挺直接的，就在發動機和變速箱中間塞進了一台小電機。平時車子負擔重，小電機就搭把手，等你踩剎車，它還能順便把能量收回來，存着下次用。所以你開這些車，感覺和普通燃油車差別不大，就是腳下好像總有點小助攻。問題就出在這兒。EMA 系統的電池組容量小，而且管理策略也不像豐田那麼佛系，就是用的比較猛。時間一長，不少車主發現這電池掉電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多了，有時候車子還沒跑到多少公里勁兒就明顯不足了。為了保護這脆弱的老電池，厂家就偷偷通過軟件更新，把電機的輔助力度給降低了。結果就是車是越開越沒勁，開起來肉肉的。对很多車主來說，最後不得不提前換電池，這成了一筆不小的開銷。所以這套系統靠不靠譜，當時口碑是真不行。當然了，不是每一台本田混動都會這麼坑，但出問題的車一多，本田 EMA 電池故障就成了熱門搜索詞，把很多想買混動的潛在買家都給嚇住了。這時候再看豐田，人家早就悄悄把開個10年8年基本不用管的可靠口碑立起來了。所以啊，本田早期的混動車評價就特別兩極分化，技術設計很巧妙，開起來也不錯，但從長遠來看，確實還有不少進步空間。說起來，本田混動的這發展路子也挺有意思的。早期那些混動車，說實話是有點小毛病，本田呢也從裡面學到了不少。所以你看現在的新款，比如雅閣混動、CR-V 混動，還有海外的飞度，他們這套雙電機混動系統可以說是脫胎換骨了。簡單說，它現在的思路跟豐田那種成熟的技術有點像了，但又巧妙地保留了自己那套獨特的本田式操作。那到底怎麼個獨特法呢？
你平時開車，大部分時間其實是發動機在發懶，它不直接驅動車輪，只負責帶動一個發電機來發電，然後電能再交給另一個專門的驅動電機來幹活，讓你車子跑起來，這樣起步特別安靜，也挺順滑。等上了高速，車速穩定了，系統就聰明了，這時候它會用一個離合器把發動機和車輪鎖在一起，直接驅動。這就好比一個人走路，剛開始小跑，電機驅動，跑順了就直接邁開大步，發動機直驅，效率更高，也省油。所以你看，市區裡基本靠電，高速上又跟開普通燃油車感覺差不多，電機在旁邊幫個忙。車主們的反饋也特別好，都說開起來平順，油耗低，車子也特皮實。跟本田第一代那個叫 AMA 的混動老古董比，這新系統在結構上強太多了。電池管理和智能電控也優化得非常到位，基本上解決了當年電池大規模故障的問題。不過話說回來，這套新雙電機系統大面積鋪開也沒幾年時間，不像豐田，人家混動技術幾十年如一日，一直在用差不多的架構，所以積累了海量的長期使用數据。本田這套潛力誰都能看見，但要說它能不能像豐田那些車一樣開個十幾年，20-30萬公里還跟新的一樣結實，那我們還得再等等看，讓時間來給它交個最終答卷。要說混動車裡最讓人擔心的是什麼？那肯定是電池這塊了。這感覺我太懂了，誰都不想過幾年就換個電池。所以說，電池到底靠不靠譜，能用多久，這才是最考驗車企技術的。在這方面，豐田可以說是有自己的老道之處。他們從開始造混动車，就一門心思撲在皮實耐用上。你看，老車型和現在很多款用的都是镍氢電池，新車也有上鋰電池的。但不管是哪種，豐田都有一個保命原則，電池電量絕對不會用到滿電或完全沒電，就讓它穩穩地待在一個舒服的中間區域。加上那個精心設計的冷卻系統，目的只有一個，保住電池的命，而不是追求那一絲絲的性能極限。所以現實裡用起來，豐田原廠的電池組能用個10到15年，跑個20萬英里，差不多32萬公里，跟玩似的。這事兒在圈裡基本算共識了。再說说本田早期的 AMA 混動，電池容量小，管理策略也沒那麼保守，結果就是不少車主都遇到過電池用着用着就不行了的情況，車没勁了，甚至直接趴窩。後來本田雖然通過軟件升級和延長質保來滅火了，但這事兒在大家心裡留下了不少不好的印象。好在本田後來的雙電機混動車型也吸取教訓了，他們換上了更先進的鋰電池，配上更智能的電池管理系統，說白了就是专門為了解決當年的那些坑。從目前來看，效果確實不錯，車子開起來更讓人放心，也穩定多了。对於一輛混動車來說，動力總成的設計直接決定了它的壽命。在這方面，豐田的功率分流系統可以說憑借其簡潔和可靠，穩穩地佔據了領先地位。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結構簡單，它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多檔位變速箱，也沒有會隨時間磨損的離合器，那些需要長期承受高負荷的部件也很少。發動機和電機是通過一組行星齒輪來協同工作的，在低速行駛時，主要由電機來驅動車輛。這種極簡的機械結構大幅減少了磨損，讓整個系統非常耐用。相比之下，本田的雙電機混動系統雖然比早期的 IMA 系統有了巨大的進步，但結構上還是更複雜一些。它需要通過離合器在特定車速下將發動機和車輪直連，還要在多種工作模式之間頻繁切換。在發動機的運行策略上，兩者也各有側重。豐田的混動發動機首要目標是保證耐用性，所以它始終被控制在溫和的工況下運行，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負荷。本田的现代發動機同樣高效，也會盡量維持在最佳效率區間，尤其在混動模式下。當然，這兩套混動系統都是非常優秀的，但豐田的優勢在於它擁有長達數十年的市場實戰履歷，這本身就是一種硬實力。可以說，正是豐田更簡潔的傳動設計，加上嚴謹的發動機管理策略，讓它至今仍是長效耐用的行業標杆。本田這套系統的潛力毋庸置疑，但它的長期可靠性還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和證明。嘿，你是不是也想過這事兒？都說豐田混動特皮實，為啥還有那麼多人選本田呢？其實啊，這事兒就跟交朋友一樣，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很多人開本田混動車就是圖個爽，它的調校風格更帶勁兒，方向盤、油門都給你點反饋，開起來不像個佛系老頭，賊有駕駛樂趣。而且內飾設計也更年輕、更潮，審美這東西主觀着呢。還有啊，在二手車市場，同款的本田混動車通常比豐田更值錢，價格更親民。對預算敏感的朋友來說是個不小的誘惑。說到底，如果你一年開的不算特別誇張，更看重開起來舒不舒服，車子好不好看，價格划不划算，那本田這套現代雙電機混動，只要你按時保養，照樣能陪你跑很遠。它的技術是真扎實，電池系統也比早年的成熟多了。不過因為這套技術大規模用在民用車上的時間還不算太長，所以它能跑多久多省心，還得交給時間來檢驗。
反觀豐田，它就是混动界的定海神神針，經過了千錘百煉。你看那些跑得最多的出租車、網約車，很多都是豐田混動，天天高強度上中都給幹趴下。很多車光靠原廠零件就能安安穩穩開10幾年，口碑在那兒擺着呢。本田混動潛力是巨大，但目前還沒積累起豐田那個級別的神壇地位。所以結論很清晰，如果你就想找一台開不壞的省心神器，那豐田依然是你的保險箱，閉着眼買都不會錯。本田當然也是位優秀的選手，只是它的耐力值還需要更多玩家的長期驗證。買車嘛，別太迷信品牌標籤，多花點時間去了解兩套系統到底是怎麼工作的，搞懂它的脾氣，這樣你才能選到一台真正能跟你長久相伴、穩穩當當的神隊友。